第一课，什么是原生家庭的情绪伤害？课程一开始，我们先来听听这对夫妻的故事。自强和明美，他们在结婚2年后，发现感情不如热恋时那样甜蜜，冲突开始增加。某天，他们在餐桌前的对话是这样的：自强皱着眉头说，你到底为什么每次都要挑剔我的穿着？这不过是一件旧 T 恤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明美叹了一口气说，不是我挑剔，是你根本不重视我们的关系，穿着随便是对我的不尊重。自强提高音量说，我穿什么，怎么又和尊重扯上了呢？你小时候一定是被管太多了吧？明美怒视地说，可恶，对，我妈就是一直挑我，现在连你也这样。这段对话既好笑又真实，其实这背后隐藏的不是简单的衣着问题，而是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。什么是原生家庭的情绪伤害呢？我们每个人都来自原生家庭，这是我们生命最初的学校。然而，这所学校有时并不完美，甚至会留下一些看不见的伤痕。原生家庭的情绪伤害，指的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因为父母或家庭环境的不当行为，或者沟通方式所形成的负面情绪体验和心理创伤。这些伤害可能是有意的，例如言语攻击，也可能是无意的，例如情感的忽略。情绪的伤害比较常见的有：第一点，忽略，父母忙于工作，或者是无力应对，缺乏情感的陪伴。例如，一个孩子考试得了90分，父母却只关注那丢失的10分。第二个，过度控制，父母替小孩安排一切，剥夺独立性，例如自强小时候连选课外活动的自由都没有，成年后对选择充满焦虑。第三个，批评与贬低，语言上的负面评价使孩子形成自卑感，例如明美小时候常常听到妈妈说，你怎么这么笨，连这个都做不好。第四点，情感操纵，用爱或关系来交换，让孩子感到不够好。例如，如果你考不上好大学，就别说你是我儿子。这些伤害不会随着时间自动消失，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内心世界。例如，低自尊，感觉自己不够好，总是需要别人的肯定；过度敏感，一点点的否定就容易情绪崩溃；逃避情感，害怕亲密关系，因为曾经被伤害过。也会影响婚姻中的行为模式，例如争吵升级，如同自强跟明美彼此的伤口被意外戳中，情感冷漠，无法真心的信任对方，害怕表露真实感受，过度依赖，把伴侣当成自己的救命稻草。明美对于自强总是不满意，从穿衣到生活习惯，她挑剔的方式让自强感到压力如同山大。心理师介入后，明美才发现，这和她的童年经历有关。明美的妈妈是一位完美主义者，从不吝惜对她的指责，这让明美一直渴望别人能够做到她心中的完美标准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她的价值。但事实是，这种期待让她的婚姻处于危机之中。原生家庭的情绪伤害会使个人的情绪反应过激，例如自强因为父母小时候的忽略，
特别容易对批评产生过激反应。明美的一句这个 T 恤很难看，对他来说就像听到你一无是处。这种情绪化的反应源自于童年的未解情节。有些人会选择压抑情绪，觉得说了也没用，而另一些人则会动辄暴怒，因为受够了控制和否定，也对婚姻有破坏性的影响。米美和自强的冲突背后，是双方的内心防御机制。自强在争吵后选择冷处理，因为他习惯在情感面前退缩。米美则觉得你根本不在乎我，导致两人越来越疏远。原生家庭的情绪伤害让夫妻间的问题反复出现，因为他们不是真的在争事情，而是在争被看见与被接纳。回到前面的故事，自强和明美在一次大吵之后，决定一起去学习情绪治愈。他们参加了一个课程，课堂上明美开始回忆母亲对她的要求，而自强也分享了自己因为缺乏陪伴而感到的孤独。他们第一次认识到彼此的敏感背后有更深的原因。老师用了一个小练习，请他们交换角色，模拟对方的感受。当明美扮演自强时，她才真正理解，一件旧 T 恤对自强而言，代表的是她终于可以做回自己，而不是一个总被要求的好孩子。而自强第一次试着说，明美，我知道你希望我更用心，其实你只是想被我看见。这句话让明美瞬间泪崩，因为这是她一直渴望听到的。这节课告诉我们，婚姻中的很多问题其实并不是现在的问题，而是过去的影子在作祟。而治愈的开始是学会看见彼此的伤口，并且选择温柔的触碰。期待在接下来的课程中，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修复这些伤口，并让婚姻变得更加健康而有力量。